时隔50年，孙悟空再次遇到了那个曾经镇压自己的如来佛祖。50年过去，如来的实力越来越强，已经达到了准圣巅峰的极致，距离凝结圣人道果也只差一步。此时，孙悟空眼神复杂的向远方看去，如来走在前方，后面跟的是燃灯与降龙。如来走得极为悠闲，速度也不快，像是来游山玩水的一样。看着站在花果山巅的孙悟空、镇元子与白泽，如来眼中寒光一闪。白泽是他故意放过来的，一路上走得这么慢，自然是在等白泽到了花果山再动手，不然自己还得走一趟积雷山。白泽一死，所谓积雷山的妖族也不过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但是如来没想到镇元子会来，本以为镇元子在灵山帮孙悟空杀六耳猕猴，已经是对孙悟空仁至义尽了，没想到自己这次亲自出手，镇元子竟然还敢站在孙悟空那边。虽然自己的实力强于镇元子，但如来并没有把握在不使出全力的情况下拿下镇元子。但是如果自己底牌尽出拿下镇元子，自己也极有可能会被这个被称为地仙之祖的老牌强者重伤，到时候天庭的那位大天尊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而是会以雷霆手段灭掉灵山这个心腹大患。如来等人来到花果山巅，站在空中俯视着孙悟空，但他看了一眼后便将目光转向了镇元子。大仙好雅兴啊，今日怎么从犀牛贺州跑到这花果山来了？如来的话是想提醒镇元子，你在灵山眼皮子底下开道场我没管你，并且这些年一直友好相处，我给你面子，你总不能落我面子吧？镇元子开口说道，这不是我的结义兄弟在这儿吗？我今日有些想我兄弟了，自然要过来看看有没有人来欺负他。镇元子的话意思很明确，孙悟空我保了。如来闻言神色一冷，对着镇元子说道，看来大仙这些年道行大有长进啊，还行，从开天辟地之初悟道不知多少年，应该是有所长进的。镇元子针锋相对的说道。如来冷哼一声，也不再对镇元子客气，今天如果我非要杀了孙悟空呢？镇元子依旧面色不改，继续说道，那佛祖就要与贫道做过一场了。如来死死地盯着镇元子，心中计较着与镇元子动手的利弊。这时，一个庞大的鹏鸟从北方飞速地向花果山靠近。如来察觉到来者的气息后，脸色顿时轻松下来，似笑非笑地看着镇元子与白泽。镇元子与白泽此时也察觉到了来者的气息，白泽这时又喜又惊，一时间竟然说不出来的难受。镇元子顿时气息爆发，盯着来者怒喝一声：“畜生，竟然还敢现世！”白泽这时像吃了死苍蝇一样难受，因为来者是鲲鹏，在北距泸州突破到准圣巅峰的妖师鲲鹏。如果镇元子能与鲲鹏联手对付如来的话，孙悟空今日必然安然无恙。但是让他俩联手的困难程度，比让如来不杀孙悟空还难。孙悟空并不知道镇元子与鲲鹏的恩怨，自然也不懂镇元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白泽看着一脸疑惑的孙悟空，传音向他说道：“妖师之所以一直待在北距泸州，就是为了躲避镇元子。”孙悟空想到牛魔王曾说妖师突破时要白泽护法，怕仇家寻仇，但没想到鲲鹏的仇人竟然是镇元子。此时的鲲鹏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镇元子。从北距泸州归来的他感觉到了白泽的气息，就急忙赶了过来。镇元子看着鲲鹏，怒气直冲天外，你这畜生躲了这么多年，将实力恢复到准圣巅峰，终于舍得出来了。原来鲲鹏在妖族天庭灭亡一战中身受重伤，实力从准圣巅峰跌到准圣后期，这些年一直在北距泸州躲避镇元子。鲲鹏冷哼一声，淡淡说道：“你镇元子这么多年依旧是准圣巅峰，也没什么长进嘛。”如来此时心情大好，在一旁说道：“大仙，可一定不能放过鲲鹏啊，不然你的好兄弟红云就要死不瞑目。”不理会在一旁煽风点火的如来，镇元子依旧死死地盯着鲲鹏。此时的白泽也是无奈，但他不能看着在如来这个强敌的眼前，自己一方自相残杀。镇元大仙，不能自乱阵脚啊，我们应先携手击退如来，再来理清昔日的旧怨啊。白泽对镇元子劝道：“昔日的恩怨有什么好理清的？他鲲鹏贪恋我兄弟红云的鸿蒙子气，暗下杀手，杀了红云，我今日就要为红云报仇。”镇元子并不理会白泽的劝阻，自顾自地说道：“鲲鹏见镇元子咄咄逼人，自然也不甘示弱，尽管放马过来，让我看看你这个地仙之祖到底有几斤几两。”一时间气氛竟然僵持下来。镇元子虽然嘴上那么说，可是心底里还是为孙悟空着想的，知道自己今日如果与鲲鹏开战的话，孙悟空必被如来所杀，可若是不开战，心里对鲲鹏的恨意却是难消。鲲鹏也是被白泽拦了下来，但依旧是一脸不服的样子。如来也打定主意看好戏，带着燃灯与降龙在那里笑呵呵地看着镇元子与鲲鹏。孙悟空也从镇元子与鲲鹏的对话中理清楚了二人的恩怨。鲲鹏在很早以前对镇元子的好兄弟红云杀人夺宝，后来在妖族天庭的战争中境界掉落，然后躲在北距泸州修行，现在突破到准圣巅峰后又回来了，然后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孙悟空想劝镇元子几句，可是无从开口。镇元子帮过自己很多次，但自己也不能阻止他给兄弟报仇啊。鲲鹏那边自己也不熟，估计也不会拿自己当回事。这时鲲鹏突然开口说道：“镇元子，今日你也是为了孙悟空，我来这里也是为了妖族，不如我们的恩怨先放在一边，联手解决佛门这个心腹大患如何？不如何？我自有手段保我兄弟性命，你们妖族与佛门的恩怨干我何事？”显然镇元子是不想和鲲鹏联手对付如来的，这也是如来最愿意看到的局面。最好这两个大高手拼一个两败俱伤，然后如来渔翁得利。就在这时，从远方飞来一只鹤，鹤背上坐着一个道童。孙悟空看到那道童的瞬间，大脑一片空白，竟然呆在了那里。那道童来到花果山巅后，笑着看了看孙悟空，然后对镇元子行礼说道：“老爷有话带给大仙。”那道童没有理会除了镇元子之外的任何人。镇元子显然是认识这个道童的，缓缓问道：“你家老爷出关了？”“老爷尚未出关，所以派我前来给大仙传话，望大仙不要怪罪。”镇元子闻言有些失望，对那个道童说道：“
你们老爷说什么了？老爷说大仙不必理会以前的旧事，他也快要出关了，以后和曾经的故人以及灵山的账等他出关再来清算。道童的话刚说完，如来的面色瞬间冷了下来。到底是谁敢说出如此狂妄的话？跟灵山清算？三界中圣人不出，谁敢与灵山清算？哪怕是玉皇大天尊也不行。那个道童说完后，对着孙悟空行了一礼，说道：“师兄安好。”孙悟空闻言一滞，不可思议地看着道童，像见了鬼一般。你是祖师身边的童子？孙悟空不敢相信地问道。道童答道：“师兄好记性。”来人正是孙悟空的授业恩师菩提祖师的道童。不怪孙悟空此时震惊，毕竟自己自从被菩提祖师赶出山门后，就再也没见过菩提祖师了。虽然孙悟空也曾去过灵台方寸山，但他怎么也寻不到邪月三星洞。孙悟空顿时双目通红，强忍着泪水问道：“祖师他还好吗？”这时除了镇元子外，其他人都心中疑惑，到底是谁能让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猴子如此挂念？如来当年曾2度镇压孙悟空，第2次更是差点将孙悟空杀了，孙悟空都没有落泪。今日一个不知道那里来的童子，竟然能让孙悟空做出如此姿态。那道童看着眼前的孙悟空说道：“师兄不必如此，老爷也时常挂念师兄。当年让师兄走也不过是权宜之计，那我可以去寻祖师吗？”孙悟空急不可耐地问道。那道童见状摇了摇头说道：“老爷说时机未到，等到时机到时，你自会与老爷相见。”孙悟空继续问道：“那我该去那里寻祖师呢？”这时镇元子也开口劝道：“悟空不必着急，你师父那个人就是这样，他现在不想见你，你强求不得，到该见的时候自然就见了。”孙悟空闻言看了看镇元子，知道镇元子与菩提祖师的关系不一般，也就不再多言。那道童冷冷地看了一眼鲲鹏与如来，并没有多说话，向孙悟空与镇元子辞别一声就要离去。孙悟空连忙道：“童子莫要忘了替俺老孙给祖师带声好。”那道童闻言应了一声，便乘着仙鹤向远方飞去。鲲鹏想分出一道神识探探这道童的来路，不过被镇元子挡住了。如来也悄悄分出一道神识，想看看这个道童的背后究竟是何方神圣。但是当神识触碰到道童的一瞬间就消散了。道童走后，如来加重了杀孙悟空的决心，因为孙悟空身后极有可能站着一个实力比自己还强的隐士大能。如果现在杀不了孙悟空，以后会更难杀，而且以孙悟空的性格，以后一定会找如来报仇。镇元子看着鲲鹏冷笑一声，反常的说道：“你的事自会有人找你清算。”此时镇元子也不再针对鲲鹏，鲲鹏自然也不会自找麻烦的去招惹镇元子。虽然鲲鹏并不知道镇元子为何因为那道童说的一些不明所以的话，从而放弃寻仇，但是少一个准圣巅峰的强者做自己的敌人也是好的。孙悟空此时的心情也平复下来，心道如来哪怕实力强大，也不可能在镇元子与鲲鹏2位强者的联手之下杀了自己。如来看着眼前似乎化解恩怨的镇元子与鲲鹏，心里想着怎么分化2人，毕竟他一个人基本不可能在2人的联手之下杀掉孙悟空。鲲鹏道友，你久不现世，这孙悟空可与你没有瓜葛，你真的愿意为了他与佛门为敌吗？如来知道鲲鹏是一个极其利己的妖，所以出声挑拨道。这时白泽站了出来，厉声喝道：“如来，休要挑拨我等，你灵山与我妖族早已是不死不休了。”如来见鲲鹏没有说话，心道有机会。白泽道友此言过了，我灵山与你妖族的争端不过是这孙悟空挑起来的罢了。若是妖族的2位道友愿意交出孙悟空，以后我灵山绝不动你妖族分毫。说实话，此时的鲲鹏心动，毕竟他这回出世并不是没有目的，他的目的就是再见妖族天庭，他自己做妖皇。而此时与如来的灵山为敌是十分不利的，因为他想成立妖族，天庭最大的对手就是如今的3界主宰玉帝。他鲲鹏虽然自负，但也没有自负到同时敢面对玉帝如来这2个明面上的3界最强者的程度。与鲲鹏相伴多年的白泽怎会不知道鲲鹏的心思？如来，休要多言，悟空是我们妖族的核心，我们绝对不会把他交给你的。白泽看似是在与如来说话，其实是在提醒鲲鹏，孙悟空在现在的妖族中声望极高，把他交给如来会让妖族寒心的。但是此时的鲲鹏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开口对如来说道：“孙悟空我可以不管，但你灵山以后也不能对积雷山妖族出手。”如来笑着点了点头，只要鲲鹏不出手，只要自己付出点代价，在镇元子的守护下杀掉孙悟空不是难事。白泽此时对着鲲鹏大声说道：“鲲鹏，你这么做是置妖族于死地的。”鲲鹏大手一挥，祭出妖族至宝河图困住白泽，然后变回本体大鹏，带着白泽向积雷山飞去。此时的花果山巅，如来带着燃灯、降龙站在孙悟空与镇元子对面。孙悟空，仅凭镇元大仙一人怕是保不住你，还有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不然就没机会了。孙悟空并没有对如来的嘲讽做出反应，事到如今唯有一战。镇元子冷笑一声说道：“你如来确实很强，但你未免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如来笑道：“对于镇元大仙这样的前辈，我还是很敬仰的，但是你年纪大了，还是窝在你的武装观里当地仙之祖的好，强出头会死的。”镇元子冷哼一声，这么多年来在3界中他还没有被人这么威胁。如来看着一脸不服气的镇元子说道：“不信你就试试看。”说完便一掌拍向镇元子身边的孙悟空。孙悟空此时唤出金箍棒，一身妖气爆发，挥舞着金箍棒向如来的手掌砸去。一击之下，孙悟空口吐鲜血，狼狈不堪，哪怕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体魄，在如来的这一掌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如来的第2掌继续向孙悟空拍去，但此时镇元子哪能让他得手，唤出法宝地书迎上如来这一掌。镇元子之所以这么早就祭出法宝地书，是因为如来佛祖的丈六金身实在是太强了，是真正的万劫不磨，永世不灭。如来的第2掌被镇元子挡了下来，如来也不惊讶，反而说道：“不愧是至宝地书，果然不同凡响。”镇元子则是暗暗心惊如来的实力强大，寻常准圣巅峰不可能以体术造诣硬抗地书一击，哪怕镇元子没有用出全力，但那可是至宝地书啊！如来此时想着不必与镇元子硬拼，毕竟天庭还有一个人正在关注着这里呢，自己只需缠住镇元子就行，让燃灯去杀孙悟空。哪怕孙悟空的实力很强，但再强能强到哪里去？不过是一个准圣初期罢了。燃灯可是准
准胜后期。确实，此时的凌霄宝殿之内的玉帝正在看着花果山。其实玉帝现在挺遗憾的，刚才鲲鹏怎么走了？不然鲲鹏与镇元子联手，必然可以重创如来，到时候自己再出现镇压如来，灭了灵山，说不定还能让孙悟空投诚天庭呢。可是这些只能在玉帝心里想想，如来那个老狐狸是不会让自己身陷险地的。花果山上，孙悟空知道今日恐怕是悬了。如来向燃灯使了一个眼色，燃灯立即心领神会，向着孙悟空飞去。镇元子本想施展神通袖里乾坤收了燃灯，但是未等他出手，如来便先他一步施展神通掌中佛国。这掌中佛国便是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如来降服他用的神通。虽然现在的镇元子强于孙悟空，但是一时半会儿也是破不了如来的神通。反观孙悟空这边，早已身受重伤的他哪里是燃灯的对手？交手才3招，孙悟空此时已经无力反抗。毕竟燃灯这个准胜后期可是实打实的，孙悟空自然不甘心就这样落败，于是长啸一声，使出神通法天象地，一个体型庞大的猿猴瞬间出现在孙花果山巅。燃灯不屑地说道：“雕虫小技吧！”祭出法宝定海珠向孙悟空打去。早就油尽灯枯的孙悟空，在燃灯的全力一击之下被打回原形。难道今天真的要死了吗？孙悟空此时有点心灰意冷，自己还没杀了如来，却又要死在如来的手里。此时的镇元子也注意到了孙悟空的处境，镇元子想要前去搭救孙悟空，但是他在一时半会儿也破不了如来的神通掌中佛国。虽然如来杀他不易，但困住他却是不难。镇元子一身清气爆发，怒视着如来大声说道：“如来，今日若是孙悟空陨落在此，哪怕你灵山是圣人道统，以后也会荡然无存。”如来丝毫不把镇元子的威胁放在心上，哪怕是玉帝也不敢说灭我灵山道统，就凭你镇元子能灭得了灵山？此时的燃灯看着已经油尽灯枯的孙悟空，心道这就是你挑衅灵山的下场。此时的孙悟空也是等待着燃灯的最后一击，也可以说是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燃灯运转一身法力，要给这个灭世佛门的妖魔最后一击。哪怕孙悟空此时知道自己在这一击之下必死，可是他还是紧紧地握住了金箍棒。一生战天斗地的他，哪怕是死，也要死在战斗中，闭上眼睛等死。那不是他孙悟空的性格。正当孙悟空要举起金箍棒慷慨赴死的时候，一道金光将他保护起来，燃灯的攻击也被阻挡在外。如来是在场众人中最先反应过来的，仅为保护住孙悟空的那道金光上所散发的法力气息，他实在是太熟悉了。在3界中，敢无缘无故与佛门叫板的，只有高居9天之上的玉皇大天尊了。如来收起掌中佛国的神通，他知道如果玉帝出手的话，自己绝不可能杀掉孙悟空。此时的玉帝也显露真身，落在花果山巅。如来不客气地说道：“大天尊何故阻我佛门行事？”玉帝依旧是那个和善的样子，微笑着对如来说道：“孙悟空乃我天庭册封的齐天大圣，就算是做错事，也该是我天庭惩罚。不知佛祖如此大动干戈地讨伐孙悟空，意欲何为啊？”本来微笑着的玉帝说到后面的时候，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哪怕没有一丝气息散发，也足以让在场众人感到一股无形的威压。这就是3界主宰的气场吗？孙悟空在心中暗暗想到，虽然不知道玉帝为什么出手帮自己，但不管玉帝出于何种目的，今天他的这条命算是保下来了。如来看着眼前拿出3界之主气势的玉帝，缓缓说道：“孙悟空这妖魔打死我灵山斗战胜佛，伙同积雷山妖魔杀我佛门多位菩萨尊者，难道本座不能出手镇压吗？”诛杀冒充孙悟空的6耳猕猴乃是镇下的法旨。如果朕没记错的话，你们灵山的菩萨尊者是先去诛杀孙悟空的吧？自己实力不足，结果反被孙悟空杀害，你如来怎还有面目前来寻仇？玉帝面色不变地说道，听其言语似乎根本没将如来放在眼里。如来闻言沉声说道：“大天尊，你这么做过了吧？过了吗？别以为这些年来朕不知道你们佛门在底下搞的小动作。”如来似乎是被戳到痛处，大声对玉帝喊道：“玉帝，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玉帝闻言一身气势瞬间爆发，阴恻恻地看着如来问道：“你在跟朕说话？”孙悟空此时才见到真正的玉帝，不管是以前大闹天宫，还是后来取经路上多次去往天庭，孙悟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玉帝。这时的玉帝是才一个真正的3界之主，天地间真正的至尊。如来此时也不甘示弱地说道：“你难道真的想与我灵山开战吗？”玉帝闻言竟然反常的仰天大笑，眯起眼睛对如来说道：“如来，不要忘了，你只是西方佛老，你灵山也在3界之中，把自己的身份掂量清楚，不要以为自己的实力强了就能与天庭为敌。”此时的玉帝一身杀气涌动，帝王一怒，千里缟素，更何况是3界主宰玉帝。如来其实就是吓唬一下玉帝，他知道玉帝不可能与灵山开战，但此时玉帝的态度让他犹豫了。从灵山崛起以来，从未见过这样强势的玉帝。诚然，此时的灵山确实有与天庭一战的底气，但是如果开战，灵山必灭，天庭也并不是很强。但这只是从表面上看的，如果灵山敢对天庭动手的话，他们面对的是整个道门，天庭是道门推出来的门面。虽然玉帝是3界主宰，但是设立玉帝的本意不过是想有一个控制3界的傀儡，但玉帝却不愿意做他们的傀儡，因此那些圣人道统非常痛恨玉帝，而玉帝也非常痛恨这些不服天庭统治的圣人道统，想方设法的削弱他们的势力。这也是灵山这些年来多次过界挑衅天庭的原因。但如果灵山敢对天庭出手，这就不是简简单单的2个势力的战争了，而会被视为佛门与道门之间的道统之争。道门一直是3界中最强的一个道统，可是道门内部道统太多了，而且这些小道统谁也不服谁，内斗太多，可以说是一盘散沙。但如果佛门敢动手，如来相信道门一定会团结起来，先灭了灵山，我们自己家人在这里打架可以，但不能让你灵山一个外人前来掺和。而且可以在灭了灵山之后，以玉帝的能力不足，无法统领3界为由，换一个更加听话的玉帝上去，这是如来和玉帝都不想看到的局面。想到这里，如来面色铁青，知道玉帝保定孙悟空了，于是转身招呼燃灯与降龙便要离
离去。见如来要走，孙悟空与镇元子松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孙悟空此时想着自己这样都没死，这气运简直是逆天了。佛祖且慢。此时玉帝的一句话，却将在场众人的心又一次提起来。如来转过头看着玉帝说道：“不知大天尊还有什么吩咐？”玉帝笑了笑，缓缓说道：“以后佛门就不要出犀牛贺州了吧？毕竟别的地方有些道统是动不得的。佛法东传是圣人的意思，玉帝难道不怕圣人的责罚吗？”如来转身盯着玉帝，面色铁青的说道：“这个就不劳佛祖担心了，圣人那边朕自然会有一个交代便是。”玉帝此时也收敛了一身杀气，恢复到以往那个和和气气的样子。如来冷哼一声，带着燃灯与降龙向西方飞去，速度非常快，与来的时候慢悠悠的速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来走了，走得异常狼狈。玉帝转头看着孙悟空，依旧是以往那种笑呵呵的样子。怎么样，猴子，我今天帮了你这么大的一个忙，要不要以身相许，来我天庭当齐天大圣啊？这话听得孙悟空一阵恶寒，你拉拢我就拉拢我，搞什么以身相许啊？但孙悟空还是犹豫了。现在的妖族迎来了鲲鹏这个大能，或许已经容不下自己。鲲鹏与自己大哥镇元子的关系，让自己不知该如何应对。况且这次鲲鹏放弃孙悟空，这在孙悟空心中留下了芥蒂。玉帝看到了此时处于两难的孙悟空，也难得的吐露真言：其实你不用如此两难，不要因为我救了你就选择天庭，我救你也不过是与女娲娘娘等价交换罢了。孙悟空听着玉帝的话，不敢相信的问道：“是女娲娘娘？”玉帝点了点头说道：“真不知道你这猴子有什么好的，竟然入了女娲娘娘法眼。”孙悟空心中顿时明了，除了女娲娘娘这种层次的人出手，也没有人能让玉帝这种老狐狸为了自己与如来撕破面皮。怪不得刚才玉帝敢叫灵山不出犀牛贺州呢，原来是有女娲娘娘担着。想明白了这些，孙悟空也不再犹豫，看着玉帝说道：“不管怎样，此番都得多谢大天尊出手相救。至于俺老孙的归属，让俺再好好想一想。”玉帝闻言心中可惜，但依旧笑呵呵地对孙悟空说道：“没事，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齐天大圣的位子我给你留着，身为三界主宰，能多次招揽已经是给足孙悟空面子，自然也不会做挟恩图报这样下作的事。”孙悟空抱拳致谢，玉帝将目光转移到镇元子身上，缓缓说道：“大仙若有闲暇，以后可常来天庭做客。”镇元子也是非常给面子的说道：“以后少不了叨扰大天尊。”玉帝闻言哈哈大笑的说道：“哪里敢说叨扰，大仙这种得道之士驾临天庭，足以让天庭蓬荜生辉。”镇元子也是客气了一番，玉帝便与孙悟空和镇元子辞别一声，返回天庭。此时的花果山上只剩下了重伤的孙悟空与镇元子。孙悟空拖着残破的身躯对镇元子说道：“大哥若是无事的话，不如前往水帘洞一叙。”镇元子知道孙悟空是有话问自己，于是便一同前往水帘洞。水帘洞内，孙悟空叫马元帅守在洞外，洞内只有他与镇元子两人。哪怕是看到孙悟空身受重伤后哭得梨花带雨的清欢，也被孙悟空赶了出去。孙悟空与镇元子相对而坐，兄长，你与我师父菩提祖师相熟？孙悟空急不可耐地问道。镇元子看着眼前焦急的孙悟空，自然知道这猴子想知道什么。不错，我与你师父相交莫逆。孙悟空闻言继续问道：“那你与我结义也是祖师的安排吗？”镇元子闻言哈哈一笑，缓缓说道：“其实当年你师父只是叫我照顾你一番，但我看你对我脾气，于是才产生出自降辈分与你结义的想法。”孙悟空闻言还想再问，可镇元子却抢在他前面开口：“悟空啊，不必心急，你师父既然已经出关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你们师徒就可以相见了。有什么疑问，到时候自己去问他。”孙悟空只能压下心中的疑惑，怔怔出神。镇元子知道孙悟空此时十分想念自己的师父，只能岔开话题：“悟空，想好以后怎么办了吗？”孙悟空此时心中也是异常纠结，现在的妖族不一定能容得下他，但去天庭的话，他又过于忌惮玉帝这个老狐狸的手段。镇元子知道孙悟空还是放不下妖族，虽然他很想孙悟空与现在的妖族划清界限，但是他不能改变孙悟空自己的意念。镇元子并不是像元始天尊一样都歧视妖族，但他不认为现在的妖族能成事，但孙悟空有他自己的想法，镇元子也不好多说什么。孙悟空对镇元子说道：“我还是想回妖族看看，毕竟妖族是这些年来他与牛魔王等妖的心血，就这样看的话，他心有不甘。如果他一声不吭的离开，他觉得自己都对不起鹏魔王、狮驼王这些一直支持他的兄弟。”镇元子也不再说什么，叮嘱孙悟空好生休养，就要离去。这时孙悟空忽然说道：“大哥身上带人参果了吗？”镇元子自然不会对孙悟空吝啬，从袖子里拿出3个人参果交给孙悟空：“怎么嘴馋了？我这人参果可不多了，以后别老惦记。”孙悟空闻言也是嬉皮笑脸的说道：“大哥的武装罐里也没几个人，我这不是怕把这果子放坏了吗？”镇元子笑骂一声后便御风离去了。待到镇元子离去之后，孙悟空叫来马元帅和清欢，丢给他们2颗人参果。孙悟空自然不是因为嘴馋才向镇元子讨要人参果的，他本想着要一个让马元帅从太乙金仙突破到大罗金仙，但没想到财大气粗的镇元子直接给了3个，那就便宜清欢这个小妮子，剩下的1个自然是孙悟空自己打牙祭了。人参果，清欢接到孙悟空扔过来的人参果，惊呼道：“马元帅也双目含泪。孙悟空刚刚问过他的修为，就给他要来了1个人参果，这足以让这位为花果山猴族舍生忘死的老猴感恩戴德。”孙悟空自然是受不了马元帅这种样子，于是说道：“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不就是1颗人参果吗？俺老孙都吃腻了。”马元帅和清欢相视一笑，知道这是孙悟空嘴硬，趁着这几天我在花果山，你先吃了人参果突破到大罗金仙吧。孙悟空对着马元帅说道。马元帅上前躬身说道：“谢大王厚恩。”孙悟空罢了摆手，叫他下去闭关突破。清欢也笑嘻嘻地对孙悟空说道：“大圣，我去给马元帅护法。”说完便跟着马元帅一同下去了。清欢毕竟与马元帅待在花果山好几年了，一直把这位猴族的大管家当成一个醇厚长者，自然也愿意为马元帅护法。花果山依旧是那么宁静，孙悟空在这里待了半年，身上的伤已经好了。这日他叫来已经突破到大罗金仙的马元帅与清欢：“我要去积雷山了，老马你看好家。”孙悟空对马元帅说道：“大圣大圣，
我干什么？清欢连忙问道。在花果山待了这么多年，他早已将花果山当成了自己的家。孙悟空看着眼前一脸期待的清欢，心中有些不忍。你随我一起去积雷山。清欢听到后差点兴奋地蹦起来，大圣终于愿意带着我了。但他不知道孙悟空打算把他交还给老狐王，毕竟花果山也并不安全。上次如来的袭击让孙悟空认识到留在自己身边才是最危险的地方。清欢并不知道孙悟空的打算，还在那里暗自窃喜。就这样，孙悟空唤出筋斗云，带着清欢离开了花果山，向着积雷山飞去。一路上，清欢的嘴就没停过，在孙悟空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孙悟空罕见的没有打断他。孙悟空不知道清欢曾在青丘狐族是出了名的沉默寡言，清欢也不知道孙悟空最烦身旁有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他们两个此时却都乐在其中。这或许就是那什么所谓的爱情吧。转眼间，孙悟空与清欢就到了积雷山。清欢知道孙悟空有事要办，笑嘻嘻地对孙悟空说了一句：“大圣，走的时候记得来找我。”孙悟空也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就向牛魔王的洞府飞去。但他不知道的是，留在原地不动的清欢并没有去找老狐王，而是泪流满面地看着孙悟空飞去。以清欢的聪明才智，自然知道孙悟空心中的打算，所以他一反常态的话多了起来，让孙悟空在离去前来找自己，不过是想好好告个别而已。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孙悟空也来到了牛魔王所在的洞府。二妖落座之后，牛魔王表现得坐立不安。孙悟空不解地问道：“大哥，你今天是怎么了？咋跟俺老孙还生分起来了？”牛魔王一脸沉重地说道：“是我们兄弟对不住你，这次又没能帮上你。”孙悟空顿时知道了牛魔王如此作态的原因，摆了摆手说道：“俺老孙这不是没事吗？况且如来来的毫无征兆，兄弟们怎么会知道呢？”牛魔王自然知道孙悟空不会计较此事，但他还是依旧心有愧疚。妖师这次做得太过分，他怎能如此行事？牛魔王为孙悟空打抱不平地说道。显然，他也很反感鲲鹏的行事风格。孙悟空摆了摆手说道：“大哥慎言，过去的就叫他过去吧。不知现在的积雷山是谁掌事？”孙悟空向牛魔王问道。牛魔王闻言也是一愣，磨磨蹭蹭的半天不肯开口。孙悟空见牛魔王如此姿态，自然也印证了心中猜测，鲲鹏夺权了。这时，牛魔王终于开口了。现在积雷山上的一切事务由白泽与猕猴王负责。猕猴王？孙悟空不解，为什么会是猕猴王？在妖族7大圣中，自己的这位五哥并不出彩，为什么会被鲲鹏如此器重呢？牛魔王自然知道孙悟空心中现在想的什么，于是开口说道：“老五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在我们知道鲲鹏放弃你的时候，一起去鲲鹏那里要个交代，没想到老五竟然背叛了我们。他不仅站在了鲲鹏那边，还说你是罪有应得，是你给妖族带来了灾难。”孙悟空闻言也是五味杂陈，一时间竟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牛魔王继续说道：“那日之后，我们便与他决裂了，他也被鲲鹏器重，成为了鲲鹏的心腹，而我们却被鲲鹏一直排挤，到现在基本也不管事了。”孙悟空听着牛魔王的话，疑惑地问道：“老狐王现在也不管事了吗？毕竟当年他和牛魔王招揽老狐王，就是看中了他管理能力，本来是管的，但是这半年被猕猴王排挤，管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幸好有白泽前辈在，不然老狐王现在也和我们一样了。在强者为尊的妖族了，自然是谁强听谁的。本来牛魔王等人还能镇得住底下的小妖，但现在有实力更强的鲲鹏来了，而且作为昔日妖族天庭的妖师，鲲鹏在妖族的威望足够强大。鲲鹏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孙悟空不解地问道。“他想重新建立妖族天庭，问鼎3界。”孙悟空自然是知道鲲鹏野心的，但他不认为现在的妖族有问鼎3界的实力，哪怕鲲鹏恢复到准圣巅峰，他也不认为现在的妖族能动摇天庭的统治。他这样会把妖族带向毁灭的。难道白泽前辈就这样看着他带着妖族走向毁灭？孙悟空一脸凝重地说道：“别看现在的天庭与妖族相安无事，但这是在妖族不造反的情况下。一旦鲲鹏举起妖族天庭的大旗，高坐凌霄宝殿的玉帝一定会露出他的獠牙，到时候刚刚有起色的妖族一定会在天庭的震怒之下亡族的。”牛魔我长叹一口气说道：“但是的妖族现在没人能反对他，哪怕是白泽前辈也不行。当时白泽前辈与鲲鹏大吵一架，但依旧没拦住鲲鹏，他现在已经开始筹建妖皇宫了。”孙悟空对鲲鹏的行为很不理解，他不相信鲲鹏看不清现在的形势，鲲鹏能从妖族天庭覆灭之战中存活下来。孙悟空觉得鲲鹏一定不是一个不会审时度势的妖，但现在鲲鹏的举动都是在自寻死路。孙悟空自然是不想管鲲鹏死活的，但是他不能看着自己与牛魔王等妖辛辛苦苦建立的妖族就这样在鲲鹏的带领下走向毁灭。但是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阻止鲲鹏。现在的妖族中没有能与鲲鹏平等的存在，哪怕是白泽，不管从身份实力上来说，都比鲲鹏低一个档次。孙悟空决定还是找白泽商量商量，因为他知道白泽是最关心妖族存亡的那一个。孙悟空与牛魔王来到白泽的洞府，见到了白泽与现在清闲下来的老狐王，清欢自然也在这里。白泽见到孙悟空，心中欣喜的同时却也有些失落。悟空，你来了。白泽现在似乎不知道该与孙悟空说些什么了。他其实对孙悟空是抱有愧疚之心的，毕竟当初鲲鹏走的时候也带走了他，虽然他不是自愿的，但心中难免有些愧疚。孙悟空看着白泽，缓缓开口说道：“白泽前辈，我们妖族还有希望吗？”向来以睿智著称的白泽，此时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孙悟空。他很想告诉孙悟空，妖族现在还有希望，但是他不忍心这个战天斗地的猴子再被欺骗下去。孙悟空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算计和欺骗，白泽虽然与孙悟空相处时间不长，但他是真的把孙悟空当成一个晚辈来看的。白泽抬起头，虽然依旧是云淡风轻的样子，但依旧能看出他的落寞。我现在看不到妖族的出路，希望或许有，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到。此时的洞府内，牛魔王等妖闻言心中大悲，连白泽这样的妖族大能都看不到妖族的出路，以后这个世间还会有妖族吗？没人能回答他们。孙悟空不想
行，白泽不行，带着要妖族走上这条不归路的鲲鹏更不行。孙悟空看着白泽缓缓说道：鲲鹏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谁知道呢？或许是妖族之主三界至尊的诱惑太大了，大到他愿意拿着整个妖族陪他一起玩命。白泽低下头，语气低沉的说道：孙悟空在来积雷山前就想过鲲鹏的到来会让积雷山的局势改变，但他没想到鲲鹏竟然如此丧心病狂。白泽前辈，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孙悟空不死心的问道。他真的不想让自己和积雷山众妖的心血毁于一旦。白泽抬起头对着孙悟空说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孙悟空不解地看着白泽，白泽此时也是郑重地说道：对，就是走。世间的妖族何其多，哪怕是积雷山现在的妖族数量，也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实力强大的罢了。而散落在外的妖族虽然实力不强，但是基数很大，给他们时间，他们一定会成长起来的。你们现在离开，可以说是保存了妖族的高端战力，等以后妖族成长起来，我们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孙悟空等人闻言陷入了沉思，或许白泽的这个办法以后可行，但是时间太长了，而且中途不一定有什么突发事件打乱计划了。如果现在走的话，鲲鹏不一定能放我们离开。牛魔王说道：确实，除了孙悟空，现在妖族准圣强者一共就鲲鹏、白泽、牛魔王、鹏魔王4个。若是白泽带着牛魔王与鹏魔王离开，鲲鹏必然不会答应，更别说他们还要带走老狐王、狮驼王等妖。白泽叹了口气说道：此事急不得，需要从长计议，而且鲲鹏必然不会放我离开，那怎么办？孙悟空其实是希望白泽与他们一同离开的，毕竟白泽实力强，有脑子，而且他是真正希望妖族强大的。我就不离开了，留在积雷山，以后或许能看到一线生机，帮积雷山妖族一把，毕竟他们是我妖族的中坚力量啊。白泽坚定地说道。孙悟空知道白泽既然打定主意不走了，自己再劝也没有用。这时老狐王也开口说道：我也不走了吧，作为青丘狐族这一代的王，我不能扔下他们。清欢闻言眼泪顿时就下来了，老狐王毕竟是他的父亲，他也知道留下来很有可能面对的将要是什么。老狐王摸了摸清欢的头，面容和蔼地说道：丫头，爹岁数大了，保护不了你了，以后好好跟着大圣。清欢闻言顿时泪如雨下，死死拽着老狐王的袖子不松手，似乎是怕他一松手，老狐王就会从他眼前消失。孙悟空本想着把清欢留在积雷山，因为清欢跟着他实在是太危险，但看现在的形势，清欢好像留在积雷山也不合适。牛魔王说道：能将青丘狐族一起带走吗？老狐王的管理运筹能力是他们所缺少的，他是真的想带走老狐王。老狐王闻言摇了摇头，缓缓说道：不可能的，青丘狐族生来天性聪慧，现在很多都在积雷山妖族中担任要职，鲲鹏是不会放他们走。牛魔王闻言也是一阵可惜，但他也没有办法，现在的他只恨自己实力不够强大，若是他实力足够强的话，鲲鹏又怎敢夺走他多年的心血呢？若是他实力强大，自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狼狈离开。可是世间就是这样，在你实力不够的时候，哪怕是自己一手创建的东西，也会被实力强大的人夺走。弱肉强食乃是三界的本质。孙悟空向白泽说道：我们要尽快行动了，现在鲲鹏都筹建妖皇宫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白泽点了点头，向孙悟空说道：这回走的时候把鹏魔王与狮驼王带走吧，鲲鹏那里我去说。牛魔王现在还走不了，毕竟他是积雷山妖族的真正创始人，积雷山也是他的地盘，鲲鹏一定不会现在让牛魔王离开的。现在他的根基未稳，牛魔王这个原主人就这样离场的话，难免会让底下的小妖心生猜测。但鹏魔王与狮驼王对鲲鹏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或许鲲鹏可能会对失去鹏魔王这一个准圣有些可惜，但仅仅是有些而已。像狮驼王这种连准圣都不是的大妖，鲲鹏压根就没放在眼里，多走几个都无所谓。或许对鲲鹏来说，鹏魔王与狮驼王的离去对他而言是一件好事，毕竟妖族7大圣在妖族中很有威望，二妖的离开对鲲鹏团结积雷山妖族的力量更有利。我跟你一起去。孙悟空看着白泽说道，他也想见见鲲鹏，想看看这位昔日妖族天庭的妖师到底打的什么算盘。白泽见状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孙悟空的要求。随后孙悟空与白泽来到鲲鹏的洞府。